所以我们通常买的都是市场没有看见它的低调冷门股。可是市场没有看见它低调冷门股这件事情，在现在我拿一个形容话，就好像一艘船然后没有洋流，你只能停在原地就不会动。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你在等洋流。新的价值投资它应该是顺流而行，你要知道洋流在哪里，然后再搭上那艘好船。所以我觉得传统价值投资跟我自己的价值投资，它的差别就在这边。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古人阿勋。之前我看过古人阿勋的书，他的投资方法是属于价值投资，但是更进一步，他的是主动式价值投资，多了3个字，主动式，让价值投资再升级。他最近也开了一门线上课程，叫做不盯盘投资学价值投资实战班，谈的是价值投资，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再请大家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就来跟阿勋聊聊什么是主动式价值投资，现在这个市场上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用。不过一开始我们先请阿勋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勋，我是一个已经投资了17年的不专职价值投资人。那我自己提倡理念是，投资它应该是让我们生活更好，而不是让市场情绪去绑架我们的生活。那所以呢，我提倡的是一套不盯盘也能安稳的抱股，那稳健的累积资产的一套投资方式。那我们一开始先从价值投资来聊一下好了。那我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就是选到好公司，然后等它很便宜，然后长期持有，这个概念对吗？这个像你有提到主动式价值投资，那这跟这个概念是类似的吗？你对价值投资的认知当然是正确，但它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价值投资的认知。不过它有一些问题，就是你刚好提到好公司，然后买在便宜价，长期持有，这3个都没问题。但有问题的是什么？有问题的是，好，便宜这件事情是怎么去定义的？对，像我觉得台积电这个公司跟它现在是历史高点，到底算便宜还是不便宜呢？对，我后面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稍微再带一下。不过便宜这件事情，在一般认知传统，您刚才提到的认知，它是比较像是现在股价很低，或者它大跌了一大段的，所以也比较常符合我们说左侧交易，跌的时候然后去买对，不过我们要知道便宜有它便宜的原因，它便宜有可能是它竞争力衰退，技术被对手给超过了，或者是护城河不见了，所以这种便宜你买了只会越来越便宜。所以其实价值投资，传统价值投资很容易把有价值跟便宜货这2件事情搞混。那我自己认为的价值投资是应该买有价值的，而不是便宜的公司。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好公司等到便宜价这件事，等这个词通常是你要等市场看见它。大家有稍微投资过会发现，哇，有时候等就是5年、10年。那如果是现在这个投资环境的话，你等个5年，一间公司股价都没有上涨，你应该会觉得自己判断错吧？对，觉得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市场都涨了就是2-3倍了，那我还要等这间好公司嘛？所以等待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过程中你的内心会非常煎熬，不是看到自己亏损，而是看到你隔壁的朋友同事就是大赚，这种是最煎熬的。那第3点则是传统价的投资是，好，我们要等它，那等市场看见它，所以我们通常买的都是市场没有看见它的低调冷门股。可是市场没有看见它低调冷门股这件事情，在现在我拿一个形容话，就好像一艘船然后没有洋流，你只能停在原地就不会动。对，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你在等洋流。新的价值投资它应该是顺流而行，你要知道洋流在哪里，然后再搭上那艘好船。所以我觉得传统价值投资跟我自己的价值投资，它的差别就在这边。那我想大家会知道价值投资这个字啊，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巴菲特。是，对，那巴菲特，我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巴菲特上节目访问啊，他就说投资 Google， 因为最近有个大消息是 Google 已经变成那个波克夏海瑟威的前
3大持股吧，我数字3到5，前5大或前3大。然后对于就是 Google 已经是历史高点，而且波克夏海瑟威它的成本也很高，那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啊？是啊，如果是长期有在关注巴菲特的投资人，好，包含他自己出过的书，跟他的一些法说会，你会发现他从早期只买糖果公司，只买可口可乐 ，See's Candy 可口可乐，他说我就是买那种他自己看得懂，然后有产值很明确，然后民生股这种，他不买那种高负债的公司。可是近30年，其实他那些书你可以看，就是早在打他自己的脸，但不是打他自己的脸，我觉得他在进化。巴菲特也在进化，包含他买 Apple， 买 Apple， 他在买 Apple 当下大家也觉得说 Apple 股价很高吧？对啊，在当下而且它是科技股，对科技股，巴菲特懂科技股嘛，而且你还买到70%，就是等于说你的巴菲特的那个波克夏就基本上就等于70%的苹果。那到近期他去买了 Google， 但我是觉得。当然，我们看股价很贵，因为现在 Google 是300多，对，那他买的价格也差不多，好像是这里，对。可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的估值跟巴菲特他们的估值，他们买的当下一定是认为这个价格是便宜的，对，相对未来，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改变，而且巴菲特的投资也从传统的价值投资慢慢演变成现代价值投资，那你说这种现代价值投资，它有什么？就是除了刚刚就是要让市场看见，然后有要去看那个洋流，就是稍微主动出击一点。那我就想说，如果观众在考虑他要做价值投资这件事情，他应该学什么？我觉得其实所有投资都价值投资啊。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没有价值你不要投资。对啊，不是因为你不管是做任何商品，你买进的当下，你不是认为说这个价格要涨吧？哦，那你不是你的内心不是就认为说现在这个价格应该是便宜的？对对，至少它未来会涨。那只是大家对于价值的衡量，每个人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如果你要学价值投资，或者你要踏入投资这个领域，你第一件事情应该要学的是估值。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你第一件事就是要判断说这个价格它合不合理，这是第一件事。那判断的逻辑基准其实也没有到很难，因为投资并不是一个数学题，你不需要财经硕士，它只是一个心理学，你只要简单的加减乘除，你其实就会估值了。那第二件事我觉得很重要，你要判别什么是好公司。因为价格是一块，但好公司一块。有时候好公司你买超贵也不太行，但前提是一定要好公司，因为你买一间烂公司，然后价格很便宜，它其实也永远起不来。所以我觉得第二件事你要判别什么是好公司。那判别好公司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台湾人可能都知道，你在台股里面选一间你认为的好公司，大家一定都是那3个字就出来，台积电，对吧？那你要知道它是做什么。然后你熟不熟悉这个领域？你知道它领先对手是什么？那我觉得在 AI 的时代，其实这些资讯，你其实问一下 AI， 大概也会跟你讲。你跟他对谈的过程中，你会了解说这间公司的商业模式跟竞争力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具备这2件事，然后再加一个判断催化剂，就是我刚才有说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洋流上？那市场的聪明资金有没有看到它跟它现在市场情绪表现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有这3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投资就会变得很简单，也不需要盯盘。台股这么高 ，AI 很热门，然后台股还创新高，是那就是好公司。也许我跟那个 ChatGPT 或是 Gemini 讨论一下，大概知道这个公司体质不错。那估值跟催化剂，如果我们来套台股现在的状况的话，我们会怎么样那个判断这件事情？我们就举刚刚你有说台股一直在创新高这件事，那我们就直接从最大宗的台股便不便宜这件事来谈好了。我觉得台股现在还是很便宜哦。怎么说？为什么？因为你要先了解台股是什么组成的。台股是由市值组成的，它是一个动能策略，市值越高权重越高。那在目前的台股中，市值最高的是谁？就是我们台积电跟它的快乐小伙伴，对，护国神山们，对，加起来的市值就高达7-8成。那意味着你今天要说台股创新高，那它贵不贵这件事情，你要先对台积电做估值。台积电目前是2500，那以我自己的动态主动式价值投资估算的话，台积电未来3年内要上到4000，它是一件可以实现，
而且很保守的事情。在这个前提下台股就不贵，因为台积电不贵，可能他有发营收预估嘛，对，然后外资也有推目标价，然后他的又说他订单满到，就魏哲家在股东会幽默的演出，让大家说哇，这个我们怎样怎样又怎么样，所以用一些估值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推估，这样子。是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机构他们在估值的方法，他们通常会出一个，我通常不会看他目标价啦，我会看他们出的机构预估 EPS，而且是集体共识，就比如说大家都这么认为，30个，那里面我取一个中位数，那你也可以做一个情境分析，比如说我取一个大摩预估的最高，然后比如国内券商预估的最悲观，你就会有一个中间值保守跟乐观，那你有这个机构预估 EPS， 它可能是2017、2027、2028年，通常机构都会预估2到3年，然后你拿这个预估 EPS 去乘上一个这间公司它的合理本益比，或者我们叫预期的本益比，像台积电，目前所有机构保守预估它未来的3年的复合成长率是高达40%到50%，那在这个成长率的情况下，你要给一个25倍到30倍本益比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它这种有护城河的公司，而且它现在自己的本益比当下就32倍，所以你就算给到25，给25好了，你拿现在机构对它的预估是150元的 EPS，在2028，你乘上25，这个数字其实就接近4000了。了解。那我觉得这套是我自己有实际过，也验证过逻辑，是因为其实在5-6年前，我那时候还有上雅虎新闻头条，就我那时候就说台积电会上1000元，可那时候台积电400多，就是大家都觉得你那个财经专家又在胡乱，那实际上也上了1000，然后上1000之后，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它1400那边，我就说台积电，我在年初就跟学生跟股友分享，台积电今年就是要上2500，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那我的逻辑就是这一套。那确实它一直上去。而且我不是只光说不做，台积电我有买，所以我就是认为它不管是500、1000、1500到现在2500。我还是认为它有价值，这个就是现在的价值投资跟以前的价值投资的差别。你刚刚讲的那个洋流，就是所谓的催化剂呢，你又怎么看这个？催化剂，我觉得它就像是我刚才有比喻就是洋流才会带船到你要到达目的地，那过程中船不然就是船长，他只是稍微的控制这艘好船不要沉，然后稍微控制一下方向。那我觉得洋流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产业，选产业优于个股。因为你在一个很烂的产业，或者是在衰退的产业，你再强的公司跟再强的经理人，你都无能为力。这个也是巴菲特他自己讲过的。你在纺织业或在农场，你是一间很好公司，但这不代表你在其他领域或整个资本市场上，你是一间优越的公司。所以我觉得第一件，投资人要学会看这个产业它有没有它未来的发展性。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判断。你从一些结构性改变，比如说人口老化，它是一种，不然像 AI，它也是一种，它其实很好找，或者你可以直接上网去找那些产业分析师机构，它出的对于该产业的未来复合成长率，你只要选对产业，其实里面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猪在风口上也会飞，对，所以你只要选对产业，第一个你确定现在大家都是飞的，那第二件事，你其实就要确定它是不是猪还是鸟而已。OK， 对，那这是第一个催化剂。那第二种催化剂，内部的一些投资人，他们掌握的是市场的资讯，比我们更充足。当然嘛，握10几亿的，他们买这个，他们做这个投资背后一定掌握比我们一般投资人更多的消息，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他们的持股有没有增加。它是一种筹码型的催化剂。所以当你发现一间公司价格合理，但它的内部持股在增加，你就会知道有市场的聪明钱看见它了，所以它也是一种催化剂。甚至我们说技术分析实际是一种市场情绪的一个共识嘛，一个价量。那你也可以透过简单的技术分析去发现说，这间公司它的催化剂、它的火种到底来了没？同样2间好公司，
有一间公司它有火苗，有一间公司没有，那你丢一团火进去，哪一间公司会烧得更旺？那其实就很明显。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催化剂。了解。像你刚刚一开始自我介绍也想说是不盯盘，然后要好好过生活，我觉得这件事确实蛮重要。可是你刚刚讲那比如说一些现代化价值投资啊，要注意这些事情。那现在很多投资人都是定期定额买0050、0056，然后如果这些人他也要尝试一下，就是现代化价值投资，它适合他们吗？就跟我一开始有提到，我觉得其实所有投资都是价值投资啦。就是你不管定期定额0050、0056，你不是也认为说这个长期会上涨嘛？所以你现在定期定额有可能短期内看起来高的，但你长期认为是便宜的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任何人来说，投资它都是需要下一点学习成本的，但下这个学习成本不代表你要持续下学习成本。比如说我研究0050，我知道它的策略是什么，那所以我买它了。那买它之后我就开始定期定额。但你在前面研究这段过程，你也需要一下时间。我觉得投资是认知的兑现，你这个认知就包含就是你对这一个产品它的估值跟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人都适合，只在于你愿不愿意就是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你的标的，然后买入之后定期定额，盘都不用看。像我自己一年我做出卖出的动作，大概今年是2次，今年只有2次，而且还算多了。因为我自己的持股期间有时候拉到5年甚至10年，那过程中我都没有再打开券商 App， 是因为我知道说这间公司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在到达那个价值之前，我觉得我就是过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我不需要每天看盘说技术分析怎么样了，然后最近市场情绪什么，谁说什么，我觉得不需要，那反而会让你的投资越做越心累，不管是 ETF 还是个股。那我个人 ETF 跟个股我都有，而且部位都相当，所以它是一个也可以两者并行，而且本质上没有冲突的。那我们来谈谈，因为我很好奇，你还是有卖出嘛，对不对？那俗话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嘛。价值投资虽然也是长期之用，那可是卖出这个学问到底是怎么样？这句话是流行了很久。我觉得卖出，其实大家讲卖出这件事情，其实都假定在一个获利状态下。因为如果是亏损的情况下，大家会说停损。但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卖出是不是师傅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处在一个我卖了，然后价格还继续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卖飞。就是比如说我赚100% 的，然后你卖掉之后，它涨了400-500%，甚至涨了1000%。那我觉得价值投资，我们要解决卖这个问题，怎么成为一个会卖的师傅，你要学会的是2件事。第一个是你要判断它的长期价值，一间公司长期价值在哪里。再来就是你要识别市场的情绪价值。那这2个是组成一间公司股价上涨最主要因素。那特别是热门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间公司它可能举我自己实际例子好了。在今年我做的买出叫新兴3037，做 PCB ABF 的，就是现在AI 是不是去运算载板对最需要的东西。好，那我那时候买它的时候是100多块，然后我那时候自己算的长期价值就落在400-500，那接近到600那里，所以它的价格一路涨。在过去1年，从今年开始，从100、200、300、400，就是我的 LINE 都会是挑一些股友在密我说，那个阿勋，那个星星200了，那我就会回答他说，那个300的跟我说，然后隔一阵子又300，然后再400的跟我说，不用看盘，人家告诉你，对我根本就没来看，你不用跟我讲，因为我这间公司它就是还没有到达我估算的长期价值，那600之后差不多了。然后把它卖掉了。可是它现在就是又从600然后到900多，对，还甚至现在又有人喊出就是2000元的价格。所以我第一个我刚才讲的长期价值就是我估的600，那是它的未来5年市场对它预期获利。那所以它现在涨的价格比较类似像市场给的就是超额的情绪价值。我讲情绪价值这个词很有趣，就是因为市场是大家投资嘛，大家就疯买，看到一个乐观的讯息，然后更高的目标价就是买进去。好，那我自己会认为说，我们要尊重这个长期价值，
就是当它价格涨到我的长期价值之上的时候，我就让它继续飞，这样也不会有卖飞的问题。飞到什么时候，然后我会去把它做卖出，很简单，就是聪明钱都走了，然后市场趋势反转了，那我大概就该要走了。那我自己现在身上还有2张，这也是我一个策略啦，就是我一开始有快20张，但我就是留下2张，有点像藕断丝连的前女友，就是还是可以关注她的近况，就是不要全卖，等她。如果它的中长期的一些趋势线，比如60周均线，它跌破了，或者大户的筹码连续买了，我就知道，好，现在假设是900多，那差不多我也该出场，因为市场情绪已经不见了，它这个价值不见，那它可能就慢慢跌到它长期价值。所以我现在自己的卖出，以这套逻辑来看的话，通常要卖，我最少一定会赚个200-300%，我才会做卖出的动作，而且持股周期也会拉得很长。因为星星我买它的时候是2023年，所以到现在2026，快600% 的报酬其实也不差。我理解一下，其实像卖这件事也不会说什么全有或全无嘛，反正到你的长期价值你就卖一些，然后就再看看这样子，因为本土的外资的他们都有一个分析，大家预估赚多少，然后他们可能也是每季每半年就他们修，对，所以我们就参考他的东西，一边接收资讯，然后一边就是动态评估，动态去评估这件事情。所以它不是价值，它不是一个定在那边，因为像我自己也在上修它的价值啊，所以我才会说主动式价值投资，它其实就是一种动态评估，因为一间公司它的内在价值是会不断成长的。我就反过来再讲这件事，就是说巴菲特以前更早以前的他就讲说，大部分的基金人都输大盘了，然后可能就是他说8成还是9成还是7成，有点忘记，反正就是超过一半的基金人都会输。那基金人一定是所谓的主动式投资啊，然后那我们自己个人来做这种事情，到底是真的合理，还是它只是一种我会赚钱的幻觉？然后我们还是应该就是保守点，就是买市值型，因为巴菲特就是说，就是你买市值型就对了，一般人都买市值型。好，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犀利，也非常有趣，其实我也不止一次被问过相关问题的。那我自己其实是财经硕士出身背景，所以其实财经的相关论文我看蛮多的，包含主动式跟被动式他们的比较。确实，如果我们拿 ETF 跟 Mutual Fund，那一个是主动式的，或者我们现在主动式 ETF，那跟市值型的 ETF， 市值型的哦，什么产业高股息型，那不算是被动型投资哦。那你拿他们2个去相比，你会发现，确实市值型的基本上99% 在长期都会赢这种主动式的基金。可是这个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在做学术研究，我们都会看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确实。好，第一个，基金经理人他们抄的钱不是自己的，你抄的是别人的钱。那像我也做过私募股权，那你抄别人的钱的时候，跟你抄自己的钱的时候，那个是完全不同的状况。为什么？因为你会有业绩压力，那你会有来自股东的压力，比如说最近大跌，那股东可能打电话过来跟你说，我们是不是部位应该要调整的比较保守一点？我们是不是要卖一些，然后现金多一些？可是那个经理人他的策略可能就是告诉他，这种时候应该是要加码。可是有钱是老大，股东才有决定权。那像基金一样也是嘛，你跌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就是投资人鸟兽散，去赎回嘛。那你规模变小了，那你投信的上面的就是那个主管就跟他说，就是你怎么最近输大盘？但我们都知道投资这件事最近输一点就是一点都是很常态，你怎么可能每天都赢大盘？但像这种主动式基金，它每一季都在追绩效，甚至有时候很有趣，他们有一个 high water mark，就是我做到多少，我领到我绩效费 ，OK 放假。你接下来，比如说我今年赚赢大盘8%了，今年好赚8%，达到公司投信设定目标，反正你有赢大盘了。好，那接下来，请你把你的持股换得很像大盘。原来有这种事情。没有，这个是业界的常态。哇，当然，因为他们追求的是管理费嘛，对不对？那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点是，其实同一档基金，它会换很多很多经理人。你如果仔细观察台湾的，就是一档基金，它的经理人可能换过4-5任，都很正常。因为你只要1-2年做不好，那你就被换掉了。当然嘛，1-2年做不好就不见了。所以
你会发现就是这种主动式基金，它有很多的包袱，还包含主管机关给的包袱，你不能投资比如说0050以外的，或者是0051，就是台湾前150大以外的公司，它会有设这个限制。但我们会发现，其实有些有爆发力的好公司，它其实都是中小型股。对。那再来是你的部位那么大，比如说我有个像几千亿的 ETF 很常见嘛，像0050应该破兆了吧？好，那么大的份额要怎么投在一个日成交量只有50、100甚至只有500的股票当中呢？也没办法，对吧？所以它会有很多的主动式基金，它会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导致它的绩效会跟它自己在做 back testing 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基金出来的时候，像现在很多 ETF 主动式 ETF 出来的时候，它都会模拟一份绩效给你看。你看只要照我这个绩效操作，我就可以赢大盘，而且常年20年赢大盘。那为什么实际做下去之后永远赢不了大盘？那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种诸多因素。所以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他有一个优势在于他并没有这些限制。他第一个，我钱不够多，我不用担心我有几兆几千亿不够投一档小型股或中型股。再来是我操是自己的钱，我不会有半夜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在这个2个前提下，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他是有机会透过选到好公司长期持有去击败大盘的。我们叫阿法。那他也可以持有贝塔，就是0050，就像我嘛，我可以持有0050，确保我的资产有在增长，随着市场，但我也可以再赚取另一份阿法。特别是这2年，阿法就是满到喷出来。就包含我刚才讲的新兴、台光电、台达电这些，你要找到赢0050的标的，其实在这2年其实真的很多。那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很坚持说，好，我就买0050，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但你就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我这2年我错过了将近就是4-5倍的资产翻倍的机会。那我自己的话就不想错过的机会，那我也觉得要抓住这些机会，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那我请教，像我们节目蛮多就是定期定额买0050、0056的人，然后他就是想要尝试做这些价值投资，那他总有第一步嘛？那你觉得这个第一步是怎么？我觉得第一步是好好吃饭，好好工作。这确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资本。你的资本来自于哪里？爸妈给的。那恭喜你。对，那要么就是工作来的。你没有这些资本，你没办法好好过生活。在这个前提下的话，你进入到资本市场投资，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好好过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工作。那第二步我觉得是学习。因为我说投资是认知的兑现。所以你要花的时间不是说我听完这个 podcast 我马上去去买台积电，因为他说台积电那4000很便宜，不是这样子。而是你要去学习怎么去看待一间公司它的合理价值，跟它的商业模式，还有判断催化剂，确保你的船在洋流上，然后你付的车票是相对便宜的，可以带你到达目的地。那它是一套可以学习，那有系统性，而且也不难的一个方式。那我自己是在最近有出不盯盘的投资法，然后价值投资实战班，它其实就是把这些我刚才上面提到的，怎么选好公司，怎么合理的估值，包含 ETF 也是可以估值的，然后怎么找催化剂，到后面我们都谈到了怎么去卖一档公司，其实我都把它整理在一起了。所以你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说做一个这样不盯盘，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然后也做好价值投资人，大概会需要什么知识？需要简单的加减乘除数学来帮你了解估值。对，然后学会简单的去看财报，比如说什么是毛利率。财报也是需要的。OK， 对，你不需要很复杂，不需要像会计师那样，但你要至少要看懂，就是公司毛利率变好这件事情，它背后意味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因为一间公司毛利率变好，表示它掌握定价权。我东西可以卖越来越贵，那如果你东西卖越来越便宜的话，你就知道你跟别人没什么两样，而且你并没有议价权，别人叫你多少给他多少，你就只能屈服他给多少。但通常这类型的就不是好公司。所以其实财报要学，但它不需要到很艰难，它只要看关键重点，你就会知道说这间公司它有没有竞争力，然后是靠什么赚钱的。那我觉得
第三个可能就简单估值吧，看懂一间公司它的预估 EPS 在哪里找，然后你应该要给它多少的预期本益比，那这些都很简单啦，我觉得就是它不是一个很深奥的数学题。洋流啊，就是所谓的趋势。那比如说 AI 我们知道是趋势，那没有这么明显的趋势，我们是你刚刚有提到的人口结构，那这个趋势好像要等很久，又好像不用等很久，那这种趋势我们要怎么去观察？最简单的第一个你可以从生活观察啦，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打仗，然后国防预算一直上升，这些都是实质的数据看到，你会知道 OK 军工产业它是 OK 的，然后像还有低轨卫星，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在往上的东西。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会判断的话，那至少去搜寻一下就产业复合成长率，各行各业的。那现在网络那么方便，你不需要打开那个产业的报告里面看它每个产业说为什么这个产业好，这样好，你只需要得到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机构很多机构对于这个产业它的预估年复合成长率多少，就它预估它未来5年的产值表现怎么样嘛，你就知道 OK 好，那这个产业是往上的，至少要确定这点，所以没有到很难，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花那几秒钟的时间去做而已。现在有 AI 跟 Google 现在也是会直接 AI 给你答案就可以去看。对啊，所以重点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产业，比如说营建业好了，我们举一个就是非 AI 的例子，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专业人就说我对这个未来趋势成长怎么样，那你可能就做个比较吧。我相信所有的产业趋势预估都是成长往上的，没有人是说它会往下，很少数了。多去看几个产业，然后去看它未来的比谁的爆发性比较长，然后要看多长啊。通常机构都会只给5年，看1年没有任何价值啦，因为1年会因为景气的波动跟周期会有影响，有时高有时低。那我们就拿营建股来举例好了，营建股是一个刚需产业，可是它很受政策跟利率的影响，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产业它并不是一个成长产业，它是景气循环产业。那这种类型的产业，它里面的标的一定是做波段，就是买低卖高，它不可能去做长期持有，因为你长期持有看看，不是偏向价值投资的。对它，你要说它是价值投资也可以，但它就是比较偏更为敏感的观察的价值投资，而且它不能定期定额。了解，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 AI 科技，然后无人机，然后军事相关的东西，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所有的专家认为就是它会往上，然后它会很好，而且我们自己体感也会知道就是某些趋势，但有些就不是这样子。看得到无人机就看得到啊，因为一台无人机$2000而已，它可以摧毁就是$30万制作坦克，你就知道说这个产业它到底值不值得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产业投下去，那相关的供应链就一定会起来，就算它没吃到订单，但这个议题也会让市场把关注度放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催化剂，市场看见它的机会，这个会影响到情绪嘛，对不对？对，情绪价值、产业趋势、情绪价值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要知道也不会那么困难，但是你就是不要就是一头栽进去，就说因为我只相信这件事情，我就只看它好的部分，应该多拿几个产业来比较看看这个相关的资讯。对啊，我自己还会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会请 AI 当成一个反驳者，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然后叫他反驳我嘛。对啊，我说请你用一个非常严谨保守的，那请你对于我的这段认知去进行一些批判，就是你就会知道说有哪些点是你没有思考过的，所以真的不难啊，就是难在你愿意动那几个手指，然后能不能去增加你对投资的认知。那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提醒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开始做或是正在做价值投资人，你最应该关心或是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一样，第一个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因为投资是会让生活更好嘛，而不是让自己被市场情绪给绑住。那第二个就是学一套有系统性、有纪律性的投资方式。了解。好，我们谢谢国大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也更新了我很多对于价值投资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非常收获很多。我们谢谢阿勋，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